新年来了，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凭直觉能让你发财和救命的故事。时间刚踏入2025年的第二天下午，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的一家平平无奇的城中村彩票店门口附近停下了一台大众迈腾小汽车，车里走出来2位中年人，其中一人手夹公文包，大步踏入这家编号为440-10678的彩票销售网点。两人匆匆拿起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填写单。双色球是中国福利彩票的一种玩法，投注时需要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每注金额2元，金额已达到了17亿9600万。他们拿起笔，刷刷的在红色球号码区中1到33中选择了6个号码，分别是02、03、17、18、22、33。在蓝色区号码1到16中选择了16。之后两人径直走向收银台，同一组号码买50注，2元一注，共100元。他们买了2张，同一组号码，1张50注，2张共100注，花费是200元。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转眼就完成了整套动作，留下彩票店的老板娘呆呆的目送着这2位气势不凡的客人离开。老板娘阅人无数，虽然理性思维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头绪，但是简单的直觉告诉她一定要跟买。老板娘跟买了1注，完全按照那2位客人的红蓝球号码，花了自己2元钱。另外，老板娘还以红色球的6个号码不变，分别搭配了蓝色区的1到15号，每组搭配各买了1注，共又买了15注，花了另外的30元钱。这次小店老板娘果断而又懵懵懂懂的，一共花了32元。2025年1月2日，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准时在晚上9点15分在各大平台现场直播。红色球号码是02、03、17、18、22、33，蓝色球是16。全中国有108注中了1等奖，分别是内蒙古1注、江苏1注、湖南2注、甘肃1注、青海1注、宁夏1注、广东101注。这个坐落在广州城中村的彩票小店共有101注中1等奖，每注奖金是5234395元。那2位气势不凡的先生中了100注，共获得了523439500元。而这位跟着直觉走的老板娘也中了1注1等奖，奖金是5234395元，再加上中了15注2等奖，共获得奖金7561105元。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发生在2025年第1期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的真实故事。这是一个老板娘相信直觉导致发大财的故事。那么什么是直觉呢？直觉是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甚至更加准确地做出判断的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来打个比方，帮你理解直觉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可以想象，大脑就是一个信息处理中心，信息处理后会给身体做出决策和指挥身体具体行动。大脑里面有很多思维小工，主要是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判断，并且采取行动。这些思维小工24小时昼夜不停地工作，收集信息，做简单的加工，并快速做出反馈。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处理相对简单、模式化和重复性的工作。例如，在昏暗的楼梯间，你一边看手机一边走下楼梯，思维小工会帮助你不用怎么看路都能顺利完成，而没有摔倒。这是因为思维小工遇到管辖范围内的任务会按章办事，直接拿自己的主意，快速做出反应，没有汇报给逻辑思维这位大老板。这些思维小工呢，是我们意识层面之下工作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觉察和感知他们的存在，更不了解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回到刚才下楼梯的情形，一段走熟了的楼梯，你可以不用看着脚下，单凭直觉就能快速平稳地走完，还能边下楼梯边玩手机，一点障碍都没有。
但是如果某一级的楼梯突然加高了，你可能会一个踉跄摔倒。你再次迈出一步前，你要仔细重新观察台阶的高度、宽度。思维小弓要重新调整腿的弯曲角度和力度，以保证另一条腿能平稳地落在台阶上，然后你又可以凭直觉走完这熟悉的楼梯了。是的，直觉帮助我们完成日常很多动作，不需要有意识的计算和准备，单凭直觉就可以完成，无需让逻辑思维这位大老板浪费在无关紧要的重复性思考当中。另外，直觉的例子就像骑自行车，直觉让身体协调，顺滑地完成蹬车和平衡等负责动作，让大脑的大老板无需操心无数琐碎细小的问题，腾出时间去分析和思考更为复杂和重要的事情。直觉的强大还体现在它可以感知或捕捉到我们意识层面不知道的事情，进而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例如，刚才凭直觉中大奖的彩票店老板娘，她当时面对那短暂发生的事情，短短10来分钟的不寻常现象，她的逻辑思维层面给不出所谓的合理判断，但是潜伏在老板娘大脑内那些警觉而又经验丰富的思维小工们却能感觉到一丝额外的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和行为建议上报给了逻辑思维这位大老板。老板娘收到了来自直觉的强烈暗示，果断地分析利弊，认为如果错了也就不过是输块砖，如果赢了却有可能赢座山。于是彩票小店的老板娘马上出击，跟注购买，就赢得了她人生的一大桶金。你可能听说过鸡尾酒会效应，在嘈杂喧嚣的鸡尾酒会当中，你正在大厅的一角与某人侃侃而谈，笑声不断。照理由，你是不会听到大厅一边的对话声音的，但如果此时有人在谈话中提及你的名字，你就会突然竖起耳朵，东张西望，心里会涌现出一个念头：谁在说我？我们明明都是听不见别人说话声音，怎么又可以对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做出反应呢？这就功归于大脑里那些24小时辛勤劳动的思维小工们，他们在主人和别人开心交谈时一刻也不偷懒，高度紧张的工作，监测对身体各处传来的大量信息。对于别人闲聊中无关重要的噪音，思维小工收集到这些信息后不会给予处理，直接过滤掉，但是一旦监听到主人的名字，那就不得了了，立即上报。思维小工们把这个信息报给了大老板逻辑思维，因此你就会知道大厅里另一头有人正在讲你的八卦。大脑的逻辑思维大老板就会想办法去了解情况，排除潜在的危险和伤害，确保自身的安全。是的，直觉其中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救命。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凭借卓越的领导力和直觉决策，为英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942年，丘吉尔已经是德国纳粹眼中最大的敌人之一。在某个清晨，丘吉尔正在忙碌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他停下了手中的文件，直觉告诉他，今天不应该像往常一样出门。虽然他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甚至连一丝明确的威胁信号都没有，但这种强烈的不安感让他觉得今天必须有所行动。他对身边的保安人说，今天的行程得改一改。几乎在不经意间，他开始安排改变当天的计划，要求避开自己每天固定走的路线。丘吉尔常常玩笑地说，直觉是一个不知名的神秘力量，它会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这一次，这股神秘力量似乎在提醒他要留心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在丘吉尔调整计划的同时，英国情报机构也在忙碌着。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名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最近频繁出入丘吉尔的活动范围。这名间谍通过一位同伙收集了丘吉尔日常的出行路线、会议安排，甚至他喜爱的餐厅和私人住所也被列入了观察清单中。丘吉尔并没有直接知晓这一点，
但他对自己行程的调整正是与这些情报相吻合。当间谍想要靠近丘吉尔时，丘吉尔却做出了出其不料的反应，令计划中的刺杀没有成功。另外还有一次，丘吉尔安排了一场秘密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对纳粹德国的侵略。然而在进入会议之前，他的直觉再次给他提示，他觉得不对劲。就在这时，丘吉尔向他的保镖和助手要求暂时避开原来的会议厅，前往一个没有公开安排的新地点。这次突然改变行程，使丘吉尔又一次成功地逃脱被刺杀的命运。回顾这段历史，丘吉尔曾在一次采访中幽默地说道，我也许比别人更敏感，或者只是天生有些好运。他不仅依赖自己的直觉，还通过对情势敏锐的把握，时常能让自己避开威胁。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洞察力，帮助他度过了战时的种种险境。这里还有一位伊迪丝·罗森鲍姆女士，她既是一名时尚日报的记者，也是一名品牌时装商采购买手。本来她已经预定于乔治华盛顿号的船票，不料报社发来新工作安排的电报，导致她改期出发，登上了泰坦尼克号的首航。伊迪丝在登船之前就有着强烈的不安，并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觉得这次旅程会有危险。他告诉了妈妈说，这趟旅行他很不放心，但仍然决定出发。在询问行李是否需要保险时，泰坦尼克号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告诉伊迪丝女士说，为行李买保险就大可不必要了，因为这艘船是永不沉没的。虽然如此，伊迪丝还是带上了她的吉祥物，一个小猪音乐盒。在法国，猪被视为好运的象征。这个小猪音乐盒是1年前伊迪丝遭遇车祸后母亲送给她的。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船上的人一开始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广播要求大家留在房间。伊迪丝也并没有马上下到甲板上去，乖乖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他后来凭借直觉觉得情况不对，于是决定抓起自己的小猪音乐盒，果断开始撤离。在混乱中，伊迪丝的直觉再次拯救了他。当他看到救生艇开始往下放时，他原本犹豫要不要上船，因为他的逻辑思维认为待在船上可能更安全。然而他最终在强烈内心的直觉推动下登上了一艘救生艇。为了安抚在救生艇上哭泣的孩子们，伊迪丝掏出了他小猪音乐盒，旋转上旋，让音乐声响起。这不仅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也让救生艇上紧张的气氛得以缓解，减少了孩子们疯狂乱动带来的危险。伊迪丝幸存后回忆说，如果不是他那种奇怪的不安感和直觉，他可能不会及时离开泰坦尼克号。伊迪丝的故事说明，在关键时刻，直觉可能会成为一种强大的警示工具，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可能正是生死攸关的关键转折点。那直觉是怎么做到准确快速做出反应的呢？直觉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心理学界以及从很多研究当中发现了人类存在着大量无意识的学习模式。通过这个模式，我们实际上知道我们很多以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另外，数量巨大的思维小工24小时们不辞辛苦的工作，他们训练有素，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累积经验，提升表现。思维小工通过大量的无意识学习过程，再连接上逻辑思维长期积累和知识形成的庞大知识网络，最终思维小工会激发准确有效的直觉。举个国际象棋的例子，有关国际象棋的研究发现，象棋大师脑子里一般能记住5万多个棋盘布局，所以象棋大师可以在5到10秒之内凭直觉走出一步好棋。而普通人呢，可能需要用逻辑思维推算，冥思苦想好几分钟，也只是下了一步后果自负的残棋。所以呢，直觉是一个人在长期经验累积下对环境、情绪和局势变化的本能反应，是思维的捷径。善用好直觉发给您的提示，有时候直觉可能让你发财和救命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到这里，关注我的频道，我会为你带来更多对世界的解读，共同发现世界的美好。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见。